好了，再过2天我们就能知道这些爆点是真是假。OK， 我们今天来个发表前的最后大爆料因为又有很多消息出来，那很多爆料者基本上意见都一致，说不会有 iPhone 12，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然后我们还讲到 iPhone 12的实际外流影片，然后 Apple Watch 目前爆料出来的机型看起来会有3台不一样的，然后还有苹果生产的口罩，对，这一次是真的口罩，然后包装比其他厂的手机都还要讲究。OK， 说真的，关心苹果爆料新闻大概10几年来，最近几年我觉得真的是比以往还要精彩很多。那以前的来源大致上就是几个网站啊，然后几个分析师，然后当年说真的关注苹果消息的人也不是那么多啦，所以现在苹果新品留言真的是大爆炸。从果粉的角度来说，其实是蛮兴奋的，每小时都有新消息出来。然后 Jon Prosser 算是最近串起的一个爆料神人，说真的他能活多久我都不知道。那虽然说他是一个比较新一点的，但我觉得他把爆料这件事情搞得比较有趣一点，因为以前爆料就是大概固定几个地方，然后或是记者放几个消息出来，那准确度其实也都是一半一半，没有完全准，大致上就是有点单调的感觉。那现在 Jon Prosser 他的频道影片把它搞得像一个脱口秀一样，如果看得懂英文的人真的蛮建议去看看他的影片，娱乐性真的是还蛮十足的。然后他又是那种整天不怕跟人家开战啊，但又会带一点幽默的方式去酸别人，那这样也吸引非常多人一起参与。然后他的爆料新闻还有内容也不单单止于苹果新闻的方面，还有先前和 9 to 5 Mac、Unbox Therapy 还有其他爆料达人的一些争执，基本上也是充满话题性。反正我觉得他就是非常知道怎么操作这个话题，还有操作他自己。好，那我们就讲回来爆料内容，先来讲讲 Apple Watch 很多不同的讲法。那先以 Jon Prosser 为基准他说 Apple Watch 平价版会是 Series 4跟5的设计，但拔掉 ECG 还有水显萤幕。其实拔掉 ECG 对台湾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差。那尺寸是40公里还有44公里，那里面的晶片是 M9， 这一点我就搞不太懂。那反正他说这也是9月16号的发表会同时发表，那也同时会发表的还有 iPad Air 还有 iPad 第8代。那可能还是有一些东西像是 Apple One 的订阅服务，但是他说他确定不会有 iPhone 还有 AirPods Studio。那另外一个爆料者也是说 Apple Watch 平价版的设计会是这样子，但 Komiya 说 Series 3还是会保留，那价格应该会再向下调。那以我自己来说，一定是要买最新的 Series 6来开箱给大家看啊。那我自己使用上也是真的很需要用到血氧侦测，但真的又不知道台湾到底会何时开放，那可能要用那种买账号的方式来开启使用，这样蛮麻烦的。那其他的平价版来说，我已经有 Series 3和 Series 4，所以不是非常在意有没有发表。但我觉得对苹果来说，我希望看到 Series 3降到大概100到150美金之间，来抢下更多健康侦测的市场。那所有爆料者都同意说，在9月16号会有 Apple Watch Series 6、iPad Air 还有 iPad 第8代。那这一点我想大致上是确定的。那再我们来讲讲 iPhone 好了。目前 Jon Prosser、Mark Gurman、Komiya 都说没有 iPhone 12会发表。那至于对于2个小时的这个发表会时间的解释在 Rene Ritchie 的影片有解释，先前的发表会都不一定会用满2个小时，就算他们对记者发出来的这个时间占的是2个小时。那虽然很多人其实都同意，就是说一次发表会方便一点，但他们说就是以目前情况来讲，没有看到这样的消息。那我觉得如果说 iPhone 12没有要一起发表的话，那我就真的很好奇，那它这个首页网页上的 AR 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真的会看到苹果的 AR 装置啊，苹果眼镜，还是就是单纯介绍苹果在 AR 技术上面的突破，真的是让人很搞不懂。因为这次的产品，我就是主要看起来就是跟 AR 都扯不太上边啊。那硬要扯的话，难道 Apple Watch 可以帮助 AR 操控上面定位？那还是说 AirTag 还有寻找的 App 进入 AR 的时代？那我觉得这样改都感觉有点太大费周章，把这个放在首页上面。那所以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首页上的 AR 到底代表了什么？好，那再我们来讲讲 iPhone 12的一些好消息和坏消息。Everything Apple Pro 在它的 Twitter 上面放了一段 iPhone 12 Pro 的实机壳的影片，这次是我第一次看到 iPhone 12 Pro 相关的影片和照片中有看到 LiDAR 的存在。那先前都是传闻，但没有实际看到证据那如果他说这个是实机的话，我觉得可能性应该是不小。这样先前大家担心的12 Pro 还有 Pro Max 的差距太大，就比较没有这样的问题了吗？你以为怎么可能只有好消息没有坏消息，对不对？ OK， Jon Prosser 说120Hz 没有进入最后量产的阶段。
对，这边并不是说 Pro 或是 Pro Max， 他说的是都没有。那这个就让我想到先前所提到的组件的问题了。那工程机的组件因为它的量小，所以全部都有。那真正量产的时候，组件就不太够。那我先前其实提过很多次，我自己不太在意这一点，但同时间我也完全能了解为什么有人很在意。不管是因为玩电玩啊，或是单纯的就是喜欢那种滑顺感，我都能理解。那我本身是看得出来刷新率的差别啊，但是以我主要使用的项目来说，高刷新率我觉得实际出现的几率会小一点。所以这样的消息，我想可能唯一的好处就是拉近 Pro 跟 Pro Max 之间的差距，因为不要两个的名称都有 Pro， 但是只有其中一个有高刷新率，那整体来说并不太会影响到我购买的意愿啊。我比较想买来然后测试 LiDAR 看看就在拍照啊还有摄影上面能带来什么进步。好，那今天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要问你们 LiDAR 还有 120Hz ProMotion 对你而言哪一个比较重要？好，最后我们就来讲到苹果口罩。那这次苹果自家设计的口罩是给员工使用的重复性口罩，那据说可以洗4到5次啊，所以应该是一整个星期都能使用。然后 Mark Gurman 有贴出几张照片，可以看到口罩整体的包装设计。那我们先说这个并不是苹果要拿来卖的盈利商品啦，但你看整个设计的品质啊，我觉得上面的图示啊，还有字体排列啊，都真的还保持了苹果的高水准。那说真的，我都想买来用啦，不知道苹果会不会考虑来贩售一下。那如果苹果真的这样做的话，我们来猜猜看苹果的定价。这种包装，然后可以重复使用，我觉得应该至少$30吧。这样想好像又不太想买，但我必须说，连口罩的设计都经过某家厂商旗舰级的包装设计，细不细心，有没有用心做事，其实就是看这些细节。OK， 好，那这边就来讲到9月16号凌晨的发表会。那这个时间会是在台湾的9月16号凌晨的1点。那我这边直播应该就是大概12点55分左右会开始。这边先讲好，如果隔一天有要上班、上课或有任何事情的人，不要熬夜 ，OK， 自己身体比较重要。那隔天要再回来看，早上起来或什么时候再回来看都可以。那我当下会做的应该就是在线上跟大家聊天，然后同时大概翻译上面的内容。所以如果你同时也想观看苹果的发表会的话，那可能就是建议你需要2个萤幕啊，可能一个在手机，一个在电脑，或者怎么样的选择之类的。因为我应该是不太可以在我的直播上面放上苹果的直播，应该会有侵权的问题。那声音的话，我可能就尽量可以带一点就带一点，那我就进行翻译这样子。好，那或者是你们有自己在自己的萤幕上观看的话，就是我们同步一些重要的东西，我都会进行翻译这样。OK， 好，那我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大家可以来聊聊天啊，就是一起来讨论，觉得这样应该还不错。那或者是在现在这个阶段，你们对直播也有什么建议，都可以跟我讲。那上一次的直播，因为人的数量爆满，所以造成就是留言刷得很快，然后会有很多不知名的人进来。那这次的直播虽然也是会开放给全部的人 ，OK， 但是我现在有开启会员的功能，所以就是说你加入会员的话，你的留言旁边就会有一个好像绿色的标志吧，你的名字就会变成绿色，这样可能比较容易看到。OK， 那我这边不是说你一定要加入会员。这个都没有差，反正那如果有人觉得需要的话，可以加入；如果没有的话，一样欢迎大家都过来看。OK， 好了，那我们今天回顾一下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们觉得首页上的 AR 的那个图示到底代表什么？那你们觉得发表会有 iPhone 12，会有 Apple 眼镜，还是你们的解读是什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LiDAR 和 120Hz 哪一个对你们比较重要？那如果在 iPhone 12 Pro 系列上面只能选一个的话，你们会选哪一个？好，那今天的快报就先到这边，我们9月16号凌晨见喽，拜。